在我的人生中有2个产品，我每次充电都会骂一句，一个是 iPhone， 还有一个是剃须刀。我不理解为什么换一个通用接口会这么难，一定要给我们包里加上这2根特殊的线，他们才高兴。我本以为剃须刀会先普及 USB-C， 但没想到库克老师竟然真的先赶了。今年的 iPhone 15系列还有 AirPods 都换上了 C 口。那不管 Lightning 有多少结构上的优势，我都会双手双脚支持 C 口的到来。毕竟 Lightning 它除了麻烦，它还会电你，你应该也经历过对吧？非常难受，它会漏电。USB-C 真的会好很多。但是假如你真的钟爱 Lightning， 你现在可以选择个苹果交243块钱买这个转接头，然后继续用它。你甚至还可以做出这样一条线，短短的1根，包含了苹果 iPhone 所有的历史接口。那玩笑放一边，高速 C 口我觉得算是这几年来苹果真的对得起 Pro 这个尾缀的功能。毕竟之前的很多机型，它都有一种把 Pro 和标准版硬拉出区别，让你来交钱的感觉。那像这次这个 Action 按钮，我觉得也差不多，它应该就是全系配备的一个功能，但是苹果就是没有，只有 Pro 独占。那这个功能在用了以后，我发现我比我想象中要喜欢它很多。相比过去的纯粹开关式静音键，现在除了静音，你还可以自定义它的功能。那有的朋友肯定会问，你怎么知道你到底按了没按它？它是一个固体的东西，但是它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震动反馈来告诉你开关的状态。所以哪怕是在兜里盲操，我觉得误触的概率也是非常低的。目前用下来，我觉得最有用的 Action 功能就是录音、相机，还有快捷指令。我们公司的小伙伴也针对这个按钮开发了一些指令，你可以来看看，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比如说一键点麦当劳，中午不需要重复操作；比如一键老板警报，一个人见到老板，立刻警告全公司，大家立刻停止摸鱼，开始回到座位上。那再比如一键起飞，真的这是可以做到的。我们这个快捷指令只要按一下，我们楼顶的飞机就会按照预定的航线去进行飞行。那只不过现在亚运会禁飞，我只能打开盖子给你看一看。但是我觉得你应该能够感受到这个按钮它有趣和实用的地方，对吧？所以你说 iPhone 15 Pro 系列挤牙膏吧，算是挤，但是我觉得从专业功能来看，它这次挤的其实还是挺多的。这一代基本把专业的色彩还有数据流程都给打通，你确实可以说它 Pro 了，还有专业了。那当然，实现这一切的核心其实就是这个一个 C 口。全世界这么多人盯着这么一个插头，我觉得还是挺离谱的一件事情。但在讲别的任何东西之前，我觉得我们还是先来看一看这个接口到底能接什么，不能接什么。我们准备了很多 C 口设备来测试，其中肯定有一些是库克老师不会想看的，但你拦不住我们。欢迎收看影视飓风的 iPhone 15 Pro 评测。孩子，你明白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了吗？是 USB-C， 我加了 USB-C， 有意思比有意义本身更有意义啊！那你现在知道你该做什么了吗？我悟了，现场的朋友们，把你们的元气分给我！梦到变成 C 口了，什么玩意儿？800元都不会有的事情，快睡觉。是吧？那为什么屁股这么痛？这次 iPhone 15 Pro 的 C 口比标准版快了20倍，速度达到了10 Gbps 每秒。但是最抽象的是盒子里面自带的这根线是 USB 2.0 的，所以速度还是慢了20倍，和以前没有任何区别。你想要快，那就要加钱买线。Amazing。虽然线要自己买，但是这次苹果没有对第三方线缆做太多的限制，插上都基本能用。而且除了能进出数据，这次 iPhone 的 C 口还能够对外放电，这就意味着你可以像这样连接充电器给你的 Apple Watch 或者 AirPods 充电。但是像这样从 C 口出来 MagSafe 进去啊，这种鬼才的想法是不可能实现永动机的，苹果不让。那经过测试，它最大的放电功率大约是3.5瓦到4.5瓦之间，超出这个需求的设备，我们都发现它不能够使用。我们做了一些日常物品的连接测试，整理了这么一张表，你可以参考一下。总的来说 ，U 盘、SSD 硬盘，甚至机械硬盘，还有阵列硬盘，它都可以接，没有问题。16TB 这种大容量的也没有问题。屏幕15 Pro 可以直接插，支持输出最大4K 60帧的 HDR 画面，拓展坞也可以正常工作，画面也能够投到电视上，这都非常好。那小电扇还有这种别的超级小电器没问题，它都可以用，虽然看着有点鬼畜。点烟器还有别的大功率设备，那你就别想了，这都没有用。那鼠标能接吗？啊，
可以，它真的可以像 iPad 这样冒出来一个指针让你来使用，这太抽象了。苹果连这个居然都做了。然后你接个键盘，它也可以打字。所以说，鼠标键盘一套，你就有了一个办公系统，很抽象，但是它可以做。耳机、麦克风它也都可以接，也都不错。但是让我觉得比较难受的一点是，这次即便换上了 C 口 ，iPhone 15 Pro 的充电速度它没有提升，哪怕加到35瓦或者40瓦这也好啊，苹果。但是现在 iPhone 15 Pro 仍然是29瓦的充电功率，在当今手机的品类里面，已经算是比较慢，或者说非常慢的一个速度。遗憾。除了 C 口之外，15 Pro 外观上最大的改变就是从过去的不锈钢变成了这个钛合金机身。那我觉得我应该先讲它的缺点，再来讲它的优点。缺点就是它的颜色已经被很多人都吐槽过了，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就我个人来看，相比今年的15和15 Plus，Pro 的钛合金颜色在现实中看起来就是会有一点脏脏的感觉，因为比较容易印上这种深色指纹。当然我们测试了一下，它是可以被擦掉的，不会印进去。再加上苹果这次给它整了这个拉丝，就很像是那种茶叶杯子的材质。反正我个人不是特别买账这个拉丝。那当然，除了颜色不讨喜一点，这个钛合金中框其他方面带来的基本都是优点，不然苹果也不会选它。最明显的就是重量，相比上一代，这次的15 Pro Max 轻了接近20克，差不多相当于4个 AirPods 的重量。反正你拿在手上绝对可以感知到它是轻了的。再加上这次苹果虽然没有升级屏幕的大小还有参数，但是收窄了它的边框，所以机身其实你仔细看会发现它小了一点点，底部也从过去的直角变成了弧形，所以即便尺寸缩减的非常少，但你拿着就是会觉得这台手机比以前要显得小。苹果总算停住了这个越做越大的趋势，这非常好，真的不能再大了。和正好10年前发布的 iPhone 5S 一比，你就会看到这有多离谱，这个大小的区别。对调一下双方的摄像头，那就更离谱了。那握持手感方面，因为众说纷纭，我一个人可能太过于主观，所以我们在公司内部做了100个人的握持还有综合喜爱度调研，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结果作为一个参考。但确实弧形比直角边框拿起来要舒服很多。那 OK， 讲完了外面，现在我们来讲里面。iPhone 15 Pro 系列配备了3纳米制成的 A17 Pro 芯片，理论上从4纳米改到3纳米制成，性能应该有一个质的飞跃。但是这10%的 CPU 提升，20%的 GPU 提升，真的只能说是差强人意。但是反过来说，17 Pro 即便提升不大，它仍然是当前手机行业里面最强的芯片。我们测了一下跑分，它居然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桌面端的 M1 芯片。有点夸张。苹果今年着重强调了这个硬件光线追踪，这个提升倒确实挺大的，有4倍左右。那理论上可以让你感受到更加具有真实感的游戏。我们体验了一些，有的场景画面真的还是挺好的。用手机玩3A 大作，这听着离谱，但是多一点总归没有坏处。那我觉得其实大部分人真正在意的还是 iPhone 在使用过程中发热降频，还有日常的续航。在玩了半小时的游戏之后，14 Pro 和15 Pro 在测温一下显示，15 Pro 会比14 Pro 的温度要低2度，那实际手感上也会比14 Pro 明显要凉一些，温度分布更加均匀了。那信号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续航也是一样，最多是一个分钟级别的差异。那也确实，毕竟15 Pro 的电池又大了这么一点点，真就一点点。相比芯片的这点提升，这次 Pro 系列我觉得真正史诗级的改进是它的内存，总算变成了8GB。你要知道，苹果愣是憋了3年，没有增加 Pro 系列的内存，一直都是6GB。这个体验到现在真的就是糟糕透顶。开一个游戏，微信就被后台关了；聊2句微信，游戏又被退了。那虽说2GB 的提升抠抠搜搜，但是确实在我们的测试中，15 Pro 杀后台的问题比14 Pro 要好了非常多。那不过要说在配置上我最想喷的地方，那我觉得应该还是这个机内存储空间。如果在今天你选择买 iPhone 15 Pro，7999元不便宜，对吧？这个最低配置现在仍然是128GB 的存储，这是什么概念？你满怀欣喜把手机买回来，想要试试这个强大的 A17 Pro 芯片，来装个原神，来装个星穹铁道，爸妈总得联系对吧？装个微信，好了，你可以去买新的手机，它满了，你的一次性 iPhone 就到此为止。就加量不加价一次不行吗？这个苹果256GB 能让这台手机多撑好几年，但是苹果给你的答案就是不行，你得加1000块钱去增加这128GB 的存储。而 Pro Max 这次你看着好像没有了128GB，默认是256，但你仔细一算就会发现，苹果只是把以前128GB 这个选项给删了。256以前一直都是卖1万块钱，现在这个加价不加量，一个字 ，Absolutely amazing。
影像系统方面，我觉得苹果这次还是非常有诚意的。他们很清楚 iPhone 现在确实是影像行业的一大生产力工具，尤其是 Pro 线，这拍短视频、拍短波文，用它的人，我相信肯定比用相机的人要多。这就是他们吃饭赚钱的工具。所以 iPhone 15 Pro 和 Pro Max 现在都配备了7个镜头。这是苹果说的，他说有7个，但是我怎么看都是3个啊，这搁着只3为7呢，哥们。这个功能我真的很难评价。苹果这个逻辑你细抠吧，那也确实没错，因为这个传感器可以合并像素，也可以通过缩小传感器的成像面积来获得不同的视角。那说人话就是它会裁切，但是成像逻辑会改变，再加上有计算摄影，所以效果会比单纯的裁切要好一些。那这次15 Pro 的主摄提供24、28、35、50这4个焦段，对应着不同的裁切规格，1、1.2、1.5还有2。那苹果当然不可能突破物理规律，这画质肯定是会随着你裁切而慢慢减弱的。但是这个功能你把它理解成一个预设，你心理上会好接受很多。实际日常使用你是不会很在意这个画质上的变化的。我只能说苹果市场部的业务能力是真的强，这把裁切改成焦段来说，这感觉立刻就不一样。那吐槽归吐槽，这次15 Pro 系列的影像提升，我觉得还是非常大的，视觉上看起来变化非常多。主摄换成了2代的4800万像素4合1像素传感器，虽然大小和14 Pro 是一样的，但是各方面的画质都有明显的增强。超广角虽然本身参数没有变化，但是和别的镜头一样，换上了新的镀膜，所以归影方面会被改善一些。长焦15 Pro 它没有任何变化，仍然是77毫米3倍的变焦，而 Pro Max 这次拉出了差距，用上了一个4棱镜系统，在保持镜头不外凸的情况下，实现了5倍的光学变焦，120毫米。传感器本身也会比 Pro 大上25%，而且还有这个光学加3D 传感器防抖结构的加持，来保证画面的稳定。这听着确实很厉害。苹果采用了一个和别的厂家完全不一样的方式来实现这个长焦，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潜望镜结构把传感器给竖起来，而是仍然平躺，依靠多次改变光路来给长焦镜头成像偷出一些空间。你可以看一下这些样张来发表一下评价。我个人感知最明显的就是它非常吃光，这光吃足了，它效果还是挺不错的。不够的话，这噪点就会飞天，和主摄拍摄的画质有明显的区别，经不起你放大，所以你不能对它有太高的预期，不然你会失望。那5倍长焦其实是挺实用的一个焦段，对吧？比如说拍演唱会，或者爸妈拍娃、拍外星人、拍 UFO， 这都很合适。但是另一方面少了3倍长焦，你会发现你也会很难受。如果你买了15 Pro Max 拍张照片，你发现主摄太远，想用5倍长焦拍又显得太近，你想用3倍。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15 Pro Max 的画质就直接崩了，因为它是直接把广角裁了3倍变成了一个画面，所以画质还不如14 Pro。所以你要取舍一下，你到底喜欢77毫米还是120毫米的画面，这就决定了你该买 Pro 还是 Pro Max。那这没有对错，只有需求的不同。那我自己最终还是选择了15 Pro Max， 因为我喜欢拍动物。那真正让我觉得比较惊叹的还是这个15 Pro 的4800万像素主摄的表现。要知道它现在传感器已经比 GoPro 要大不少了，几乎和这个 Mini 3 Pro 无人机一样，到了1.1/3英寸，挺夸张的。那毕竟是一个全新的传感器，加上苹果今年支持了2400和4800万像素的高压缩格式照片拍摄。那去年你只能拍1200万像素，要拍那个4800，只有那个 Pro RAW， 相机反应会变得很慢，一张照片要100兆。而今年15 Pro 经过压缩的4800万像素照片只有3到6兆，这可用性大幅度提升。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因为最终照片的像素量高了4倍，你自然就会觉得画面变得清晰了很多，无论是裁切还有重新构图的空间也大了很多，这都非常的好。那锐化是这2年苹果在照片方面被吐槽最多的东西，今年看下来他们吸取了教训，有了这个新的 HDR 还有光像引擎，现在无论是在逆光还是复杂的这个环境过度处理的感觉，你都会觉得它少了很多。有的照片真的还是挺惊艳的。人像模式也得益于软硬件的优化，虚化和抠像精度比以前都要好了很多。过去我可以一眼看出手机的计算虚化，毕竟它会有瑕疵，现在我真的要看好一会才能够找到它的破绽。这次15 Pro 同时还支持了夜景模式拍人像照片，噪点相比过去也大幅度减少，晚上灯很多，所以虚化可以拍得非常漂亮。反正我个人现在用人像的机会变得越来越多。那你说完全替代一个卡片机吧，那我觉得话说的有点满，但是8九不离十，计算摄影的进步真的很恐怖。而且这一代它甚至可以拍这种虚化的实况照片，也能够完全不切到人像模式，只拍正常照片，但是后期在设置里面点一下，你就能把它变成一个人像虚化的照片。然后你通过点击不同的物体，这个焦点居然还能够移动。这虽然目前只有主摄有这个功能，但是我还是得说，这是真的牛。我们公司所有人在第一次用这个功能的时候，都会发出一些惊叹的声音，这是以前只有光场相机能够做到的事，但现在手机它也能做到。那我还特地准备了一台红外相机来分析了一下它的成像原理。
你会看到在它拍照的瞬间，激光雷达会亮一下，这说明正常拍照的时候，激光雷达的数据也会被保存到照片的原数据之中，为后期的虚化运算来提供一些帮助。那在经过了一些对比之后，我们发现这次苹果应该是为15 Pro 换了一个激光雷达。比较奇特的是，当前看起来15 Pro 的点数反而比14 Pro 要少，但是扫描频率大大提升了，这对 AR 应用应该会有一些帮助。讲了这么多照片，现在我们是时候来讲视频，因为每年界面的东西变得很多，苹果真的很难再让我们感到惊喜了。但是视频方面，今年我觉得只要是行业里面懂一些的人，看到苹果整的活，应该都会啊一声。这不像你啊，果子。首先 ，iPhone 现在可以拍摄 Log 画面了 ，Apple Log。有的朋友可能不知道 Log 是什么东西，这是影视行业比较常见的一种画面。为了在有限的空间里面保留更多的明暗信息，通常相机会把高光还有暗部给压缩，后期再通过处理把大部分的颜色给恢复回来。那大部分的电影还有广告的原素材都会拍摄 Log， 就是这种灰灰的画面，也叫做灰片。那这给了后期调色师很大的空间，你可以自由的调控画面的风格，还有明暗的细节，这就是 Log 的意义。那手机行业其实出过很多带 Log 的手机了，但是那些 Log 大多都不是从底层来实现的，色彩流程也不顺畅，所以它意义不是很大。那苹果这次特殊的地方在于，它不仅拥有了这个 Apple Log， 同时居然成为了世界上第一台支持 ACES 的手机。就我很抱歉我要讲这么多术语，但是这个 ACES 真的还挺重要的。我尽可能用一个简短的动效来和你讲明白。那过去的影视行业色彩管理是混乱的，百家争鸣，这个人用相机拍，这个用磁带，这个用胶片，那个人用 CG， 放映端也是乱七八糟，有的很亮，有的色彩空间很小，有的是 HDR， 对比度很高，这就导致内容的录制和交付都很折腾。那于是 ACES 这个标准就出来了，它可以有效的把各种输入的视频和画面都转换到一个统一的空间里面，再针对不同的放映端来输出对应而且合适的画面，这样就皆大欢喜。只要能够支持 ACES 在专业流程里 ，iPhone 15 Pro 虽然听着离谱，但它确实可以像一台专业相机一样来进行这个工业化的流程，不会被卡住。那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就是你会发现影视行业的调色软件达芬奇在今天已经屁颠屁颠的更新了这个 Apple Log 的数据，你只需要设置一下，软件就会自动帮你把 Apple Log 的颜色给还原出来，然后你就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调色，调整空间也非常的大。那我们在短时间内拍摄了一些样片，调了一些颜色，你可以看一看有了 Log 之后的 iPhone 15 Pro 视频质量怎么样。我们也传了一些我们拍摄的 iPhone 15 Pro 的 Log 元素材在我们官网，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去下载调一调色，这都可以，这是免费的。希望你能给我们点个赞，谢谢。那这个 Log 虽说流程完整，但在我们的测试过程中，我们还是发现了一些问题。它居然是一个8比特色深的数据包在了一个10比特的 ProRes 文件里面，它不是一个真的10比特。这就意味着它在调色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画面的断层或者色带，这没有10比特，我觉得真的有点遗憾。想不到我有一天会对一台手机说这样的话，但是10比特对于 Log 画面来说还是挺重要的，所以希望苹果能在之后更新一下软件，加上10比特，虽然我觉得概率不是很大。那另一个我想吐槽的就是，既然有 Log 了，苹果居然还没有出一个官方的专业视频模式来帮助用户自定义它的曝光，这真的很重要，但是现在就是没有。Log 画面也没有办法在手机屏幕上实现色彩还原，就非常傻，只能看这个灰灰的画面，什么都看不清楚。那这次苹果也升级了15 Pro 的电影效果模式，边缘细节和拍照一样变得更加的细腻，虚化的过渡也非常的自然。你还可以在拍摄的时候进行变焦，来丰富你的创意表达，这都是过去做不到的。那只可惜这个模式当今仍然是 4K 30帧，要是有60帧会更好一点。除了这些常规的2D 视频，这次苹果还在发布会上画了一个饼，就是 iPhone 15 Pro 可以同时借助超广角还有主摄来拍摄深度视频。这些视频将来在 Vision Pro 眼镜里面观看，
将会具有深度还有3D 感，这我觉得还是挺让人期待的。但是目前这个功能没有开启，我们也没法知道它到底是什么视频格式，分辨率到底是什么样。等到将来有了，我们会再来告诉各位。那 OK， 现在我们迎来了我认为 iPhone 有史以来最离谱也最不像苹果的功能。iPhone 15 Pro 它居然支持通过它的 USB-C 口把它的 ProRes 视频外录到一个第三方的 SSD 硬盘里面。这有点离谱。我记得我在2020年曾经和 OPPO 的工程师讲过这个想法，那时候他们觉得我是傻子，我也觉得我挺傻的。但是苹果居然在今天2023年把这个功能给做上了，而且外录的帧率比内录还要高，可以用 ProRes 编码拍摄 4K 60帧的视频。那前2年的 iPhone 评测，我一直在骂这个 ProRes， 因为文件巨大 ，Lightning 接口根本拷不出来，纯粹就是一个噱头。但今年换上了这个高速 USB-C 口还外录，这个故事就真的有一点不一样了。现在你可以把一个三星 T7 硬盘给插上去，你就立刻获得了1TB 的存储空间。ProRes 一拍完可以立刻拔硬盘，把数据拷到 Mac 上面，扔进达芬奇，好了，然后这个 Access 启动了，颜色也帮你恢复好了，这流程就居然通了，这太鬼畜了。我知道直接挂一个硬盘在手机上拍视频，那当然很丑也很傻。可是如果你把一些影视行业的手机配件，比如 SmartRig 这些套件，还有兔龙像苹果发布会上展示的这样给装上，把这个 SSD 固定件一装，然后这么一卡，这其实还挺像样的，对吧？假如拿这个玩意出现在甲方面前，他估计都会要愣上半天再来和你说话。但确实这几天拍下来，我们公司的摄影师对这套方案的评价都还是挺高的。毕竟拷素材再也不用把手机给交出去了，也不至于把手机给直接塞满。所以你看，这么一个小小的 C 口的改变，真的使得 iPhone 15 Pro 和专业了很多。有许多专业的应用都因为这个接口变得可能。比如说，现在你可以用它来连接哈苏的相机，把1亿像素的照片快速拷到手机上，然后传到网盘或者分享。比如你可以用它连接 Red 摄影机，让 iPhone 成为它的有线监视器。我们团队自己之前做的这些专业读卡器，还有读卡乌站，现在我们也测试了一下，可以连接 iPhone 15 Pro， 直接来备份索尼相机还有佳能相机的卡。这都是我们以前团队瞎想的应用场景，没有想到当时留的接口现在真的成真了。我们在2年前就因为听到了江湖传言说 iPhone 要换 C 口了，所以当时我们还做了一个 Gate 的 iOS 数据管理软件来做测试，帮助 UP 主来一键创建文件夹，以这个节点化的方式快速把数据给分配上去，不需要经过繁琐的那个 iPhone 麻烦的文件 App。所以现在2年之后，我们稍微改了一下代码，它居然能够在 iPhone 15 Pro 上面插着 USB-C 正确的跑起来了。所以我不知道你是否会想要这么一个用 iPhone 来拷数据备份的这个 App， 理论上你以后可以在火车上还有飞机上就可以完成数据的拷贝，不用拿出你的电脑，还可以快速把这个素材传到网上。所以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会再投入一些资源去研究这个方向。那除此之外 ，iPhone 15 Pro 就没有什么特别显眼的功能，更多是 iOS 17带来的一些小特性。那比如说这个 Standby 模式，当你把手机用 MagSafe 横着吸起来的时候，这 iPhone 就会变成一个时钟，你可以自定义它的风格还有它的组件。这个功能在我们公司的喜爱度还是非常高的，因为大家都配了一个立式的充电座，上班的时候正好可以看什么时候可以下班，还可以充电。我们团队的设计师还专门做了一个我们的钟面，如果你喜欢的话，将来也可以分享出来。那 AirDrop 的速度在 iOS 17上面有了很大的提升，而且当你走远之后，你的数据仍然可以通过 WiFi 或者 5G 再来传给另一方，不会断掉，这也挺好的。而这次 iPhone 15系列内置的新一代 UWB 超宽屏芯片，大大的拓展了连接距离，还有抗干扰性。所以如果你有着乱丢东西还有人的习惯，那现在你应该可以更加轻松的找到你丢到的东西，还有人，应该可以。总的来说，我觉得 iPhone 15 Pro 系列应该是我这2年最为认可的一台手机，因为它完整，它不像是前2年的 iPhone 噱头盖过了实际应用场景。今年的各个流程，我觉得都是通畅的。即便用手机来做专业拍摄，有点牵强，这个形态看起来有点傻。那 A17 Pro 的性能提升非常有限，但是我觉得瑕不掩瑜。我很喜欢它的 Action 按钮，它拍的4800万像素的压缩照片，还有这些人像的效果。那当然还有这个 Type-C 接口，这么一个接口的变动真的会改变很多东西。它去除了 iPhone 数据进出的枷锁，所以我会非常期待接下来各个厂商给 iPhone 15 Pro 开发的奇特配件。那包括我们自己也是，这次节目里面出现了很多我们的新品，比如我们的 iPhone 15系列的 Snap 滤镜，我们今年私有模具的 iPhone 15 Pro 手机壳，还有这个全新的 Slash 摄影手柄，它内置了固定槽，所以稳步不掉，能够帮助你快速实现构图还有倒拍，这样能够拍出很有趣的画面。
顶上的快门还可以拿下来变成一个遥控器，还是挺有趣的。我们的产品组真的很努力，做了很久这个产品我们的内容组也是做这个视频也干了很久。当然最为感谢的还是你的支持，说真的，没有你我们走不到今天来做这样的产品还有这样的内容。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看看我们的产品我们的衣服，欢迎去我们影视飓风的淘宝店里面转一转，谢谢你。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也请务必点赞、3连转发，也可以发给你别的想买 iPhone 的朋友们看一看，这会对他有些帮助，会对我们也有些帮助。那我们下次再见。